不过这一路，那些人也相当于替我们破除禁制了。就算被他们的禁制阻碍一下，但也绝对能追上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孽畜，想找死！石青兽，这里竟会有这种怪物！你叫什么叫？想让我替你报仇？老娘可没兴趣。那2波人类修士可都是元婴修士，没有一个擅长。你想得美，是你自己大意，被那些修士砍掉了半只爪子，老娘凭什么要给你报仇？况且当年昆吾三子后人把我们拘禁在那困灵阵之中，不就是想让我们替他们守护此山吗？老娘偏偏不能趁他们的心意。可若是我们不灭杀这些修士，他们进了昆吾殿内拿走4灵牌的话，我们又要落得被人驱使的下场。哼，凭他们也能进昆吾殿，你当昆吾殿的禁制是摆设不成？特别那北极元光根本防不胜防。龟道友，北极元光纵然厉害，可这些人类修士是有元婴后期的，身上大有可能有防住北极元光的法器宝物。而且道友真的不想趁此机会取回我们的本命牌吗？否则我们纵然出了困灵阵，还是无法离开这昆吾山的。这里灵气充沛，我宁愿在此修炼到飞升，为何要走？龟道友，你明知道封印已破，留在此山修炼根本是不可能之事，又何必在口上硬撑？正应联手共度难关才是。你若不答应，我定供出你是10级玄岩龟。为了你的妖丹，人类必会满天下追杀你。哼，你这是在要挟老娘！何况当年若非我的清虚丹助你抵御暴血咒，你早成嗜血蠢物了。罢了，看在清虚丹份上，老娘最后帮你一次。那是什么？啊！这个法阵比冰焰2级阵还厉害，应该是最后一道禁制了。破除此阵，就可以追上他们了。既然如此，还等什么？我们也走吧。咦，韩兄，怎么了？难道古魔就在前边？这魔头怎会来此山？难道这里有古魔在意的东西，或是另有什么阴谋？没事，我们过去吧。穆夫人，贵宗何必趟这浑水？不是贫道瞧不起夫人，而是此行实在凶险异常，华宗可能缘起。田道友，太医门虽是正道第一门，也不能如此霸道吧？至于凶险，本宗弟子还不放在眼里。别的宗门葛某不过问，但银罗宗一定是要进去的。何道友真要进去，贫道自然不会阻拦。不瞒诸位，这个封印可是有人处心积虑解开的，虽不知道下边有什么东西，但必定凶险异常。贫道也不敢贸然一闯。我们华仙宗凭日月梭，倒愿意试上一试。什么？3灵梭之一的日月梭，夫人竟有此宝？没什么，本宗也是刚刚得手的。既然夫人有此宝，贫道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贫道也会在2日后进入此封印的。2日后？刚才道友不是说无法通过吗？2日后，天魔宗的7妙真人会赶到此地，有7妙道友的灵龟车通过此裂缝是不成问题的。7妙真人要来此？不错。老道自认一个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还是等7妙道友一起进入封印内降温团。听玄清道友口气，封印下面确实有问题。既然本门大长老已经下去了，葛某还是要一试的。呵呵，葛兄有什么神通通过裂缝，尽管施展就是了。哈哈，徐道友还要有劳你出手了。这是灵犀孔雀。不错，这灵犀孔雀释放出的5色灵光可以隔绝天地灵气。由他开路的话，我等同样可以进入的。玄清兄，我等就先走一步了。师妹，放出灵梭吧。知道了。走。老道费了这般多口舌，你们还非要进去？出了什么事情，倒也不要怨老道没提醒了。
终于破了此幻阵。古魔出现后该如何应对？这经碑的文字应该是上古文字，不知道什么用。无圣门那些家伙竟然溜了！哼，正位那小人也不见了。难怪甩开我们。看前面，看来他们想独占宝物。哼，老夫也早想一人行动了，谁敢挡我？杀无赦！看样子我等联手之事也算瓦解了，不知韩兄有何打算？这里通向的地方如此多，韩某也打算独自行动了。只要不选那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傅某可不敢一人行动，在下和白道友一起，能否有收获，就看各自的机缘了。惠明阁、祥云殿、勾玉潭、祝灵堂，难道和炼器有关？安全第一，先去祝灵堂。土遁术只能施展到此了，再向前的话，就会触动地下的禁制。这里残留的灵气波动很强烈，看来那些人类修士刚将那些法阵破掉。这几个地方都有人过去了，诗琴道友的嗅觉还真是灵敏。这样正好，那些人类修士分开行动，我们抢夺本命牌更容易了。不过，闯昆吾殿的修士若是神通不行的话，恐怕无法破除禁制。哼，没关系，若是不行，我们就在暗中助他们一把。既然这样，先去看看昆吾殿的修士是哪些人。夜叉兄，3人中你的隐匿术最高，你出手替我们遮掩下身形吧。好。这些树木在这昆吾山上也不知生长了多少万年了。这就是祝灵堂了。这禁制看起来有些麻烦。无法打破，那只能用3焰上了。其他手段估计需要数日，多耗些法力吧。虽然只动用了此山的小半威力，但法力仍然损失了近1/3，只剩些无用的私人物品。看来上古修士撤离时早已收拾得干净了。幻灵殿，一股炙热的气息，莫非真是炼器的地方？此地温度极高，一般人还真进不来。如此多年过去，这些火柱和巨鼎仍在作用着，附近肯定有什么法阵在激发。先找出阵眼。大殿竟是修建在一座极品火池之上，怪不得四周火柱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长久不衰的火香。鼎炉经过如此多年的淬炼，吸收的地火之力，估计精纯到了可怕的地步。先开鼎看看。这是太阳金火。这可不是太阳金火，而是和太阳金火齐名的太阴真火，是人界3大真灵之火之一。银月，你醒过来了。是的，在主人进大殿时苏醒的。这几年的修养，也只能让我勉强苏醒而已，恐怕无法在其他方面为主人出手了。你神识没有受损吧？没事，只是这次沉睡恢复了些许记忆，有些不适应。恢复部分记忆？是的，只觉得自己犹如另一个人，但无法回想起更多。能记起一些总是好事。对了，你说这太阴真火没弄错吧？小哥不会错的。这火有这般可怕，我还从未听说过。一见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了。看来我懂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真不少。看来此火应该不假。能否被我的紫罗极火吞噬融合？应该可以，不过倒不如反过来，让此火吞噬紫罗极火更好。你说的有理，我必须先炼化此火。不过主人，此火最好再吸收一丝太阳精火，那就真的无物不燃了。太阳精火，那根本无法捕捉。也许可以利用此火主步。以后再说吧。主人，这太阴真火需先下一番禁制，否则可能逃掉的。这个我自然知晓。这等至阴真火，按理说应该诞生在极寒之地才对，
难道当初锻炼的东西是什么奇寒之物，在阴阳交汇下诞生出此火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那太阴真火肯定和此物有关，必不是普通之物。这些火龙柱吸收了如此多年地火精华，也算是一桩机缘。咯咯，主人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一点也不愿意浪费。小心点儿，别把化灵殿给烧了。这等偏僻之地，能有此收获，已是机缘。时间尚早，探寻其余地方虽有风险，但困守此地，终究不甘。七叔，韩长老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这些恶鬼阴魄凝形。只有至阳的公子宝物才有效。哼，若是如此简单，老夫早就动手了。这些恶鬼何止是阴魄凝形，根本是同一只屌王的分身。如果不能同时击杀，他们马上就会重新复活的。老夫一直在寻找他的鬼王真身。都是分身？不错，否则被我们斩杀如此多次，也应该元气大损才是。看来这个鬼王打算将我们活活耗死。原来如此。可惜15弟在上一层中了乌影蛇的暗影喷虾，只逃出了元婴，否则以其修炼的至阳神通，对付这些恶鬼的最合适不过了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妖蛇突然偷袭，就是老夫也来不及援手的。小侄并没有抱怨七叔的意思，这镇魔塔一层比一层的难以对付，费了如此长时间才闯到第7层，而韩长老说过。此塔有9层，难以相信下2层再会有何种妖魔了。才稍遇到些危险你就害怕了，下面镇压的东西越厉害，通天灵宝出现的几率才会更大的。七叔训斥的对，是小侄胆怯了些。哼，我找到那只鬼王了。什么？真身在哪里了？叶月胜，你不是早就陨落了吗？原来是叶家揭开的封印。原来是花道友。没想到独圣门动作倒也不慢，就不知几位道友不去其他地方寻宝，到这镇魔塔来是何用意？这话花某等人也想问叶兄。数百年没见，叶兄假死之后，竟然进阶到了元婴后期。若是正魔那几个家伙知道此事，恐怕要坐卧不宁了吧？看样子，花道友是不打算就此离去了。鬼王，走！华天启，你敢！须弥五行璧是此宝，这东西不是须弥宗的镇宗之宝吗？怎么会落在了独圣门手中？须弥五行璧，此宝名气可不小。看来此塔果然有那通天天宝，否则独圣门这几个家伙怎会如此冒险行事？叶兄不必焦虑，下层囚禁的东西肯定更加棘手。先食掉这只鬼王，再破开金币，说不定正好捡个便宜呢。韩兄所说有理。华师兄，我们如此得罪对方，可如何是好？哼，这叶月胜假死被我们发现了，怎会再轻易放我们离开？得罪不得罪已无区别。况且下面10有8九就是通天灵宝，为此冒点风险怕什么？通天灵宝，若真是此等宝物，倒是值得我们一试。但那叶月深几人守在外面，我们如何脱身？我带了本门的多冷珠，足以应付元婴后期小事。
脱身绝不成问题。原来师兄早有准备，如此一来，自然无碍了。可惜元师弟不在，否则和我联手，倒能和后期修士一斗的。这倒是，说不定袁师兄已经向这里赶来了。若是如此，我们得宝后出去定会轻松得多。希望如此吧，大家更要小心一些。第7层的鬼物就如此难缠，这第8层还不知有什么可怕存在，可别把小命送在这里了。是，花师兄。这是苗师弟，你精通上古阵法，看看这2个法阵是否是短距离传送阵。知道了，的确是短距离传送阵，应该是通往第8层的传送阵，是双向的吧？短距离传送阵一般都是双向的，不过这里有2个法阵，难道2个入口？不清楚，走上一趟就明白了。先从这个传送阵过去吧，另一个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太舒服。邪门！也许躲在祝灵堂不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或者晚出来这么一时半刻，也不会突然出现如此多人欢迎自己了。韩道友，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，可让妾身好找啊。我也没想到，真是幸会。这位道友是突兀族大仙师吧？正是徐某，当初倒也见过韩道友，不知能否赐教一二。若非这种情形，韩某倒不介意和徐兄比划一样。听韩兄口气似乎很有自信，听说道友击杀了阴罗宗一名元婴中期顶峰的长老。的确，难道徐道友想为阴罗宗出头？以元婴中期修为击杀同阶顶峰修士，韩兄的神通不凡啊！若不是天蓝结下仇怨，在下也想和韩兄结交一番。韩兄曾用一个古怪小鼎收走了我们圣殿的传承圣鼎和圣兽分身，只要道友交出此鼎，可化干戈为玉帛。当然，韩兄若交出鬼罗幡，徐某亦替道友化解与阴罗宗的恩怨，不知意下如何？什么？徐兄这怎么行？他可……圣女不用多说什么，这事我自有主张。要在下宝鼎，这个恕难从命，几位道友还是动手吧。既然韩道友拒绝，那就不要怪在下不留情了。此子和我阴罗宗也有大仇，我们共同将此人擒下。不好！那件扇子是什么宝物？难道是通天灵宝？若是通天灵宝，葛道友恐怕就不能活着在这里说话了。这应该是通天灵宝的仿制品。没想到此人竟然还有这种宝物，怪不得见我们如此多人，还镇定自若。这扇子应该是那种威力单一的仿制品，有如此威能，倒不足为奇。仿制品就有这般威力？怎么办？还要追上去吗？放心，那扇子法力消耗甚大，在他未恢复前，灭杀此人。上山！我们也跟上，但一会儿不要和姓韩的家伙硬碰硬。难道钱老魔和其他人动上手来了？
吸干你的精血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是斗术场吗？这元婴中期的修士，若不是依仗那件诡异骨环，早被吴子墨吸干了精血。而那青铜巨狮只是无人操纵的傀儡，二人都能轻易地收拾他。这光幕遍布整个平台，让人无法通行。光幕后面那个山门是昆吾殿入口，那伙人马上会追来，破开光幕，肯定被钱老魔发现，也不能在此地逗留。难道是错觉？那里好像有一丝异样的灵波。银翅夜叉，身边还有2个，这些妖物竟潜伏在这里，难道他们也对昆吾殿的保护动心不成？不好，屠吾人来了！大胆！给我滚！力血神雷！是你，韩长老。这人认识我。既然来了，那韩某给几位找一些事情做做吧，省得几位太清闲了。是禽兽！大长老。看来这就是昆鱼殿了。不好，开！畜生，真想找死！老夫成全了你。叶雄城那人韩长老，难道他是你叶家修士？叶某看错了，老夫并不认识。叶兄不愿宝物落入外人之中吧？不如合力先破掉此禁忌，进了昆吾殿再各凭手段。好，叶某正有此意。现在妖物当前，两位道友还是想想如何打发他们再说吧，否则取宝只是做梦。这位是天蓝徐兄吧？老夫可不想宝物没见到，先拼得2败俱伤。况且在场之人联手，也奈何不了这3位吧。钱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这3位既然在我和叶道友争斗的时候在旁没出手，应该另有目的吧？否则真要对我等不利的话，先前才是最佳时机。你们知道就好，就算你们动手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我们3个也是为了昆吾殿中的东西，同样不想动手。我和圣女对宝物无兴趣，但那姓韩的抢了我们天蓝的东西，必须拿回。要是找到鬼罗团的话，徐某会还给贵宗的。既然这样，我等先合力破除禁制，不然宝物被那小子卷走了。既然几位没意见的话，就一起动手破禁吧。没想到钱老魔会和妖物联手，以后遇到要多加小心，别给他蒙骗了。师姐，我难道真没有办法对付钱老魔了？一个元婴初期修士还想对付后期修士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我与老魔对上，也只能自保而已。不过若是让我取到老魔的一丝精血，施展咒术的话，我倒有7、8成把握暗中重创他。我们化仙宗单论功法秘术，不比10大宗门弱。若不是那些规矩，早就有后期大修士了，哪还用怕他们？本宗创派祖师是昆吾3老后人，本就是为了看守着昆吾山定下的规矩。要不是向老传信，我们何必冒险进入此山？莫非向前辈出了意外？这也不可能啊！以向前辈的修为，这世间还有谁能奈何得了他？难道是那人脱困了？脱困不太可能，禁制都是刚破掉的。如若那人已脱困，早就将所有禁制破掉了，哪还会等到现在？可能向前辈被什么事情耽搁了，还未进入此山吧。也不知当年昆吾3老如何想的，为何要留这么大的后患给我们？一剑将那人斩杀了不就行了？被封印之人身份特殊，甚至还牵扯了上界。当年古修谁也不敢妄自下手，只好将其封印在山中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这人修为到底有多高？
连向老一提及此人都有些坐卧不宁的样子。不论此人修为有多高，反正对方一个小指头就能捏死我们，猜这些又有何用？那件四象池你带了吧？后面抢那件化龙犀可全指望此宝了。师姐叮嘱肯定带了，镇压那人灵宝就有一件是巴陵尺，真想亲眼见下。巴陵尺、黑风旗，能否见到？我也……咦，他们已经破掉禁制了，我们跟上。这小子被禁制困住了，正是除掉他的绝佳时机。这是大五行磁力，是金磁重光，这是两旁的金磁灵木产生的。任何人一旦踏入范围，会被磁光重力加深，寸步难行。寸步难行？那姓韩小子怎么走过去的？道友真没看出来，此人变形后足有元婴中期的顶阶修为了。那辟邪神雷和紫色的冰焰都是大神通，道友过去恐怕还不如此人支持的久。金磁灵木，莫非是那上古灵树落宝树？此树不是早就灭绝了？听说金属性的材料会被此树所克，神识也无法察觉此树散发的磁力。岂止如此，此树的磁场可以叠加，重复施加重力，恐怕我们一入其内，要被4、5棵此树同时作用。在下自问是绝无法承受如此巨力的。妾身倒是不信，想要试上一试。怎么可能？这磁光这般厉害，那小子身体是什么做的？那人身上有一股妖气，应是用了某种秘术，才让身体变得如此强横。我等将树砍了，禁制不就破除了？这般简单，破除。荆棘此木经过万年灵气滋养，早已不是普通灵木。别再耽搁了，一起动手吧！真是愚蠢！没想到后面的人就要砍倒那些金磁灵木。毕竟他们没有明清灵眼，不能透视巨树内部，自然不知道树中明印着大光轮降魔咒。不是你提醒，我也没发现其中蹊跷。但是如此一来，银翅夜叉3妖就能通过此地了。要不要提醒那些人一声？为什么要提醒？3妖过来更好，正好可以牵制他们。这倒也是，主人取得宝物，再全身而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真这般顺利就好了。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而已。此地不愧为须弥宗的镇宗之宝，能阻挡我们如此之久。走吧，这般长时间，独圣门的人不会将宝物取到手了吧？放心，就算他们得到灵宝，抢回来就是了。不错，老夫也是如此想法。七叔，救命！七叔，救命！怎么现在就动手了？不是到最后一层才下手吗？我感应到了他的存在，自然无需这人在旁边碍眼了。阁下莫非有些后悔了？一个晚辈而已，有什么后悔的？只要将圣祖分身救出，就可让圣祖给阁下灌输魔气，一举进阶到化神期。哼，要不是大限将至，我又怎会背叛叶家助你一个妖魔的？妖魔？阁下化神后会成为我们圣族一员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这里是……道兄还是往空中看看吧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圣祖化身？不错，我们圣界的元刹圣祖化身。圣祖在圣界中排前5之列，现在并非圣祖的真正形态，只是一缕分魂附身的一头灵界狼妖而已。但就这样，在人间也是无敌的存在。叶兄给我护法，我先施展秘术沟通圣祖。行，你尽管施法就是了。血焰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也留在人界了。参见圣祖大人，
属下当年动身时已迟了一步，差点被人类追杀而亡。要不是那些修士想要从我这获取进入圣界的位置，属下也无法活到至今。当年0秒元的空间裂缝，在我们进入人界后就破裂了，哪还有什么通道？这就是差点将古修灭杀一空的上古巨魔。想救我没那么容易，以你的修为，还破不了这大周天星辰链。圣祖放心，属下做了周全准备，这次有叶道友相助，还搜集了数件魔器，足以破开此链。你竟有魔器，如此倒有几分可能，不过现在还不能施法。这是为何？此地是某件灵宝隔离出的区域，只要你们稍有异动，此宝马上会将你们传送出去。况且最大麻烦还是这具银月狼妖躯体。这银月狼妖的元神当年不是被圣祖吞噬了吗？哼，这狼妖拥有2个主元神，一个被我重创脱体逃遁了，另一个却藏在体内。在我和昆吾三子斗法时突然反扑，我才落得被封印在此。2个主元神，难道是罕见的一体2魂？你这人类知道的倒不少。此狼妖功法着实诡异，我附体那般长时间也没察觉到蹊跷。那这狼妖第2精魂莫非还存在？当然存在，被擒后我才知道，这银月狼妖是灵界7大妖王天魁神狼的宠妃。那些人类修士不敢将这肉身毁灭，只好将我封印在镇魔塔中。这么说，这狼魂也在此躯体中？哼，现在没有，不过再过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圣祖大人，这话什么意思？精魂每一段时间就会和我争夺肉身的权利，我因为被封印，只能靠魔气来对抗。为了不被逼出此身，我用了融灵之法。什么融灵之法？你已经……不错，本已经融合得很完美了。但是前几日，为了将一名化神期修士拉进幻妙天象中，神识大损，我和那狼蛟精魂再次分开，但这也是最后一次分裂了。圣祖大人，那融合后的心魂是妖，还是我们圣族一人？你说呢？有什么话，阁下直接说就是了。说起来，你身为人类，竟然笑逐血焰，应有所谋吧？我观你生气不多，大限将近，是想让本圣祖给你灌注魔气吗？既然您看出来了，叶某不想近1000年的苦修毁于一旦，愿永坠魔道。既然你有此决心，能帮本圣祖脱困，可以帮你施展1次灌魔入体，但只有1半的几率进阶。1半？就算只有1分把握，叶某也会拼上一把的。需如何帮你，尽管说就是了。好，如今需要灭杀了那狼魂，而他所在之处有昆吾三子布置的灭绝大阵，此阵由诸魔刀组成，血焰身带魔气，无法靠近，灭掉狼魂就只能交给道友了。只要办成此事，灌魔之事包在本圣祖身上。那个狼魂在什么地方？你们进来的2个传送阵中，另一个就是白色那个传送阵，独圣门的人在那里，对付他们还是轻而易举的。我这就赶过去，将那狼魂灭掉。你搜集了几件魔器了？启禀圣祖，已经找到了5件当初族人遗留的魔器。5件也够用了。虽然我现在只能控制1半法力，但只要出来，也足够击破黑风旗禁制了。北极元光，这东西怎会出现在这里？韩道友，你是打算主动跳进北极元光中，还是过一会儿让我等送你一程？快些动手！再快又有何用？还有北极元光挡着呢！哼，区北极元光还拦不住老夫！阁长老，你……啊！徐兄，我们……圣女不用心急，我们目标是姓韩的，在殿门外守着就是。哈哈，徐兄此言有理，就算得到宝物，也总要从殿门出来。
当年古修在北极元光中还布置了幻阵，要不是明清灵眼，恐怕出来还有些麻烦。主人小心！道友还真是警惕，如此一击竟未得手。先把宝物抢到手再说，万一纠缠下去，通过北极元光的修士会越来越多。竟没发现有人跟踪日月梭。我靠着三老的令牌控制殿内禁制才能进来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木葵，人界怎么还有这种妖物存在？当年我这妖物想夺宝。昆吾三老，这是昆吾三老的一缕神念，竟只用一击就让木葵丢了性命。师姐小心！此扇这等威力，绝不是我能应接的。不好，钱老魔来了！住手！这化龙琴你不能拿！窥探幻想。突然出现的玉池，威力实在可怕。这里怎么还有只妖兽？你拿走了那东西，把它给我交出来！你能控制北极元光？道友住手！我愿意奉你为主。你当我3岁小孩？禁神术对你这种的修为根本没用。道友在昆吾殿中得到那块木牌，那是我的本命元牌。本命元牌，玄岩龟，你是天地灵兽，怪不得防御如此惊人。这本命元牌是当年昆吾三老亲自炼制的，只要此牌在你手，我等生死就操于主人之手。话是不错，但你修为远高于我。韩某可没有兴趣提心吊胆的。
道友若还不放心，我愿意将小半元神附在本命牌上。若是真有不善之心，道友立刻就会发觉的。哦，分裂元神，这个方法倒是可以。你既然如此说了，就把元神分裂开来。放心，我不会永远师傅你。你先服下，恢复下法力和伤势再说。我不信又能怎样？恢复法力，这瓶中难道是一滴万年灵液足以让你恢复法力了？我马上还需要你出力的。多谢道友。这10级妖兽实在恐怖，若非他法力大损，在北极元光中我又恰好克制他，今日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主人何事要我出手？一会儿钱老魔进入此地，配合我灭杀此人。钱老魔，就是道友加上我，想灭杀他，机会也不大的。的确，若是再加一名元婴后期修士呢？还有一名元婴后期修士。一个小小的化仙宗，也敢虎口夺食？乖乖将宝物交出来吧！钱道友，我2人取宝是为了重新封印此山用的。哼，少说什么人间安危大话！你当老夫是3岁孩童？钱道友，你真要和2个妖孽同流合污吗？这2位道友只是对你2人袭击之事也大感不忿而已。另外，那件玉旨是通天灵宝仿制品吧？也给老夫留下。那就别怪老夫与你拼个你死我活。不好，是虚影，竟敢耍老夫！看你往哪里跑！不好，他要跑！这银梭竟能破开北极元光中的幻阵禁制！怎么，2位还想打老夫主意不成？哪里，道友神通广大，我2人怎会做这种不明智之事？什么人？给老夫滚出来！前兄不愧是阴罗宗大长老，修为深厚。韩立，你在此地就是为了等候老夫？道友既然猜到了，那么能否将贵宗封魂咒解咒法诀给在下复制一份？封魂咒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何想要解咒法诀，但你以为老夫会告诉你？那就由我自己来取吧。有什么帮手一起叫出来吧。光凭你一个元婴中期修士，绝不敢说此大话的。既然道友如此说了，亏道友就出来吧。哼，是你？这小子给你什么好处？你竟和他联手？我可以给你更大好处。行，把你的性命给我就可以了。此战还要速战速决才行。会阴魔气，既然知道会阴魔气，那就领教一下五魔合体的威力吧。
血魔珠，你真当了老夫怕了你？等到了外面，找齐了人手，老夫再好好招待二位。不好！怎么又有一个元婴后期修士？不可能！血魔球怎么就是太阴门的天鹅仙剑也无法做到？这飞刀是……不对，这是迷魂术！不，你快放开我！迟了。希望搜魂能找到封魂咒解咒法诀。贵道友，你暂时看着这无字魔，我先去处理一下此元婴。道友尽管去就是了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这无子魔需要炼化？炼化无需如此，我另有用处。道友知道有何隐秘之处，躲上几日，等封印恢复时再出去。妾身倒真的知道一处。有这样的地方最好了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些人内斗起来了？不用管其他人了，再过几日，还不知会涌进多少修士呢。哪位道友在那里？可以出来了。韩道友，老夫和你可没有仇怨。道友何必惊慌？韩某没说要动手，你们为何不守在殿外了？你们进去后，我们与叶家修士发生战斗。这时镇魔塔的山峰突然坍塌，整座塔都沉进了山腹之中，并且镇魔塔散发出一片霞光。有人喊了声“通天灵宝”，所有人都朝那边遁去了。通天灵宝，真是自宝出世。那异象绝不是普通宝物。主人，我们过去看看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。有东西召唤你？不错，我隐隐觉得与我的记忆有关。那就去看看吧，反正我对那通天灵宝也很感兴趣。多谢主人成全。龟道友，既然有通天灵宝现世，去凑个热闹。妾身一切以道友为主，此人如何处理？道友可是答应我不会对我出手的。镇魔塔，这哪里像塔了？道友不知，这镇魔塔是倒过来的，塔尖在下，塔底在上。越是被关押在下面的妖魔，才是越厉害的。原来如此。白妖衣，原来是韩兄。白道友发生何事了？我身受重伤，为求自保才释放玄冰寒气自封的，多亏韩兄出手相救。举手之劳，道友是如何到此的？我与傅道友本已打算抽身，但见一宝天象贪心过来，结果遭遇混战，傅道友也在途中走散了。傅道友他已陨落。什么？傅道友身亡了？我亲手处理了躯体，连元婴都没逃脱。白道友现在有何打算？我准备马上离开此地。这样也好，在下对里面的灵宝颇感兴趣，那就在此分手吧。韩兄多保重。保重。白道友，久闻北叶小吉公大名，日后可去拜访一二。韩兄说笑了，
本宫自是欢迎。那韩某就放心了。不知韩兄为何忽然提起小气功？音乐，你有什么感应吗？这2个传送阵都有我熟悉的东西，不过白色的那个更强烈些。那我们就从白色传送阵过去吧。金灵胶，8灵尺，没想到昆吾三老竟然没将此灵宝带回灵界。8灵尺，8灵尺是通天灵宝，威能非同小可。你知道此物？不知道，我明明不认识的，那里有人在召唤我，好像是我的另一半。没想到韩道友还敢来此，徐某倒有几分佩服。为何不敢？灵宝当前，徐道友还有心思找在下的麻烦不成？莫非忘了我俩的恩怨？虽然宝物当前，我不介意先处理你。是吗？龟道友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与这个人在一起？何意？老娘被你利用了，只管自己本命牌，不管老娘死活。现在我本命牌在他手上。龟道友放心，我2人帮你抢回本命牌。到了此种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何用？老娘现在不得不听命从事。若是和你们那对上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韩道友，这钱老魔到现在都没出现。莫非他命丧你手了？原来偷窥我们一战的是夫人，还未请教夫人尊姓大名。妾身出身南疆化仙宗，他人唤我穆夫人。钱兄和在下只是切磋而已，最后当然是各自散开了。怎么，钱道友还没到吗？这位道友似乎和他人有些恩怨，在下大晋皇族叶家，有没有兴趣联手？我们叶家只要这柄8灵尺。殿内其他宝物全归道友所有。你们叶家不是有2名大修士吗？不瞒道友，虽然还没联系到我那位长辈，但他一定在此塔中，关键时候他定会出手的。是吗？若是殿中空无一物，在下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在下先前得了数件宝物，若道友真没有所获，拿出赠与韩兄，你看如何？有宝物拿就行。那就和道友说定了，一会儿道友见机行事就可。几位道友，既然这位韩道友也到此了，先前的约定对韩道友同样有效吧？哼，凭我们这些人已经足够破除此阵了，何必还要再加什么人？将其拿下就是了。外面的封印在减弱，你认为我们还有时间磨蹭吗？这话倒是真的。太医门的玄清子与天魔宗的七妙真人也要到此，我们顶多还有1天时间。好，那就让他也加入破阵行列吧。到时大阵一破，谁能得到这件通天灵宝？就各凭神通吧。师姐，真要帮他们攻破这法阵吗？师妹放心，这里不是那魔物的封印之地，否则化龙溪早就有反应了。原来如此，但这件8灵尺是我化仙宗的遗宝，可是我2人恐怕很难抢到此宝。不要忘了，向老会随时赶到。到时无论谁拿到8灵尺，都得乖乖交出来。这倒也是。纯阳白骨火。没想到那些上古修人将此妖火也融进了此炼中，这可有些麻烦。玄清子道兄，你到底让我们等多久？罗道友，眼下裂缝根本无法通过，在下拦住诸位，也是不想让几位道友白白送了性命。可我听说阴罗宗和化仙宗的人进去了，这是何道理？那是因为他们有日月梭和灵犀孔雀开路。若是罗兄也有此等宝物，贫道绝不会阻拦的。其实再耐心等上几日，这裂缝就会恢复的。再等上几日，恐怕里面的宝物早被搜刮一空了。原来是碧林崖的羽道友。怎么，我们天魔宗和太香门不准几位进去？几位道友是否就打算硬闯吗？七妙道友说笑了，
老夫耽搁几日也是无所谓的。幸亏七妙兄来了，否则贫道无法镇住那些同道了。也只有道友才能让他们这般敬畏。道友是想说在下凶名在外吧？呵呵呵，贫道怎会如此想？好了，其他之言就不要说了。道友怎会放钱老魔进去？我未到之前，钱老魔就已经进入，后来天蓝草原的人也进去了。我当时并不知道此封印如此重大，就没有过于阻拦。哼，想不到叶家声东击西，用通天灵宝仿制品将我们两宗引开。若不是在叶家埋下了内应，恐怕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唉，叶家行事缜密，那名内应无法将消息送出，只能破坏一些他们的法阵。钱老魔进去如此长时间了，可能已经找到了封印之地了。万一将古魔圣祖放出，钱老魔不是蠢人，我倒是对那些天蓝修士不太放心。他们可不是大进修士，没什么顾虑。我听说贵宗和天蓝圣殿有些联系，只不过一些利益上的交换。上古修士的封印没那么容易被破开，那魔物就算出来，如此多年也应该元气大伤了。你我联手，外加5只禁魔环，足以将他制服。禁魔环，灵界禁困妖魔的上古法器，不错，这就好。想不到七妙道友准备如此周全。这禁魔环是我宗内的那位给的，你们太医门的那位没给你什么宝物吗？你们太医门的那位没给你什么宝物吗？贫道动身匆忙，带了天阿神剑。天阿神剑，此宝对付妖魔倒是合适。贫道有些不明白，门内那位要我不能伤了古魔性命，这是何意？将其灭了，不正好永绝后患吗？我也接到同样的命令，当年古修也没将此魔灭杀，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，还是按上面所说的做吧。道友所说有理，七妙兄是否将灵龟飞车带来了？走吧。白老鬼，明知胡某到此了，还躲在关中不出来见客。胡老友，你不在魔夺山休养，到我这冰魂谷作甚？向老鬼好像在昆吾山出事了。出事？他可是我们几个中身身最大的一位，怎么可能会出事？风老怪传书告诉我的，向老鬼进入昆吾山没多久，元神珠就暗淡下来了。风老怪希望我2人跑一趟，并说事后愿意赠送2枚血气丹。算了，要去你去吧，我已服下火晶藻，正在强行突破功法瓶颈。火晶藻，你就直接生吞了？此灵物的火灵力极为霸道，万一将你体内的法力强行点燃，就……不搏一下的话，难道学像老鬼和风老怪，整日生怕动用法力过度，精元流失，不得不扮小丑一样混迹在第1阶修士中？他2人如此做，也是为了想找到逆灵通道。都翻找过多少遍了，多半不存在了。还是进阶化神后期自行飞升更实际一些。好了，话就到此吧。不将火晶藻彻底炼化，不会再见任何人的。恕不远送了。为了这2枚血气丹，老夫也只有冒险一次了。有了这100余年的寿元延续，足以弥补我此行的精元流失了。音乐，殿中的东西好像醒了，好像很熟悉，很重要。不，我的头好痛。这分明是独圣门大长老华天琪，怎么发出女子的娇笑声？能将元婴后期瞬间重创，难道是化神期修士？
不好。咦，你是？果然是你。花天气，雪灵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找到这里？你的气息变得如此之弱，还寄生在四瞳妖狐这种低级妖兽身上，不觉得犹如我们银月天狼的身份吗？你是玲珑，我的好妹妹，我可不是玲珑，我是龙梦。我们狼族第一美女竟然失忆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当年袁煞将你元神逼离，神识必定大损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我，我就应该是你吧？的确，你我原本就是一人，名叫玲珑。当初他为了应对千年雷劫，修炼银月狼族的秘术，半途出了差错，化为了你我2个元神。以前你的元神比较强大，我不得不沉睡，但现在情形正好相反。虽然我记得不多，但还记得嗜血魂印，你杀不了我的。若我形神俱灭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雪灵，莫非你成了此人的灵兽？就算如此，又如何？没什么。如此，那我可要恭喜此人了，能将天魁妖王宠妃收为灵兽，恐怕就是灵界3皇也不敢如此妄想。若是让内人知道此事，你以为你的处境能好到哪里去？你2个想往哪里去？你是空玄丹氏遗留的肉躯修炼通灵夜叉，另一个是空玄丹氏的那只灵禽吧？没想到龙梦仙子竟如此轻易看出了我2人来历。这只狮禽兽当年不过7级灵禽，竟也进阶到10级了。仙子将这传送阵击毁是何用意？没什么，本妃还要借助你2人之力呢。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类修士，修为还不弱。前辈，我们叶家这次打开昆吾山封印，只为了这8灵尺。前辈如果交给在下，叶家可以助前辈脱离此塔。徐某想说的话，竟被叶道友先说出来了。8灵尺，好啊！你们谁有本事收服此宝，过来就是了，本妃绝不阻拦。怎么，让你们过来取宝，又有些害怕了？既然前辈不想要此宝，刚才老夫收宝时为何出手拦阻？前不久你才见过袁煞圣祖的分身吧？什么袁煞圣祖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身上沾染了一丝魔气，不承认也无所谓，但你竟敢想用灭魂符暗算我，胆子很大啊！那天南古魔来这里，恐怕和这个袁煞圣祖有关。诸位道友不要上当了，此女根本不是什么上界妖妃，分明是那古魔圣祖化身变化迷惑我等的。朕收走了用来困住此魔的8灵尺，恐怕他就脱困了。万龙喜，快刃龙喜！不好！9针伏魔阵。多谢主人了，多加小心些。怎么回事？这2人身上也有如此魔气反应。风云剑就是被这古魔抢走的。这名女子法力没有丝毫变动，根本看不出对方的境界。音乐，这女子就是袁煞圣祖化身吗？此魔是袁煞圣祖的一缕精魂，当年入侵人界的3统领之一。古魔圣祖的分魂，你的元神当初被逼离开躯体，难道古魔分魂现在用的身体是？是我原先身体不假，虽然不记得当初怎会被对方附身，
又化为气灵被搁置在虚天鼎中，但他的身体的确是当年我和龙梦合用的肉身。你还有机会夺回来吧？毕竟你才是肉身的真正主人，不可能没有机会的。主人难道忘了，我已经施展过灵魂吞噬了，重新夺回肉身绝不是人界功法能做到的。而且我神识受损，修为已降到如此地步，如何斗得过魔魂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我和罗梦联手配合，或许还有希望吧。但是您看他现在情形，会为我做此事吗？也许这边刚把魔魂逼出体内，他那边就后立刻将我封印起来，好独占此身体。叶道友，你既然没灭杀狼魂，如今只要将那80尺禁止住，少祖同样答应给你灌魔入体了。你还真是有胆！老魔，你不必唆使这些小辈，由我坐镇80尺，要取此宝得先经过我的同意。还真没想到你能从黑风旗中脱困。是吗？我可没心思和龙梦道友继续纠缠什么。区区一个空间障壁，你以为他还真能拦得住我吗？黑风旗，不可能！你从未修炼过通宝诀，如何能驱使此灵宝？你忘了我们圣族的魔化神通了吗？就算它是通天灵宝，被我灌注魔气后，也只能听命于我。龙梦，你想凭借九针伏魔阵消耗我魔气再出手？愚蠢！我这黑风旗可是罕见的空间类宝物，若没有划破空间的威能，伤不到我分毫。识趣的还是乖乖出来。若是让我冲到里面，本圣祖就不是这般好说话了。叫本妃出来做什么？难道改变主意，觉得和我化二为一更好？不错，本圣祖的确是想和你元神重新融合。你当我是3岁孩童，会信你此话吗？当然不可能和先前那样融合元神，必须给你下一些禁制，保证融合后以我的元神为主。你是不是没睡醒？以你元神为主，你还真想得出来？有什么图谋就老实说出来吧。图谋自然有些的，我们几次融合元神，想必你也感觉到了。你我融合后，能将化神期修士轻易扔进幻妙天象中。所以不想再次被人界修士联手封印的话，还是重新融合元神的好。想不到当年纵横人界的古魔大统领，竟然会怕几名化神期修士，真是可笑啊！当年圣界和人界可以相通，我们圣族可以随时返回补充损耗的魔气，自然可以肆意施展各种大神通。但如今通道已被堵死，人界天地元气大变，我就算有天大神通，如今也施展不出几分来的。你不是也一样？别看你原来是化神后期的灵界妖族，现在又能发挥出几分神通来？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本妃也不可能答应的。往黑风旗中灌注魔气，顶多发挥此宝小半威力。你能否走进这阵中，还是两说之事。融合元神当然可以，但以本妃元神为主，否则免谈。看来你还真对这九针伏魔阵和80尺很有自信。也罢，既然不答应，那就等本圣祖过去抽出你元神的精魂之力，虽然效果差些，但同样会让我神通大增的。只是处在黑风旗边缘，就让神识无法离开半步。这黑风旗威能真是通天，法力在流失，出口全被堵死。我这归灵道友有无探查到地下能否出去？
全力根本破不开。三焰扇威力全开的话，动静太大，还很可能引来那古魔圣祖的注意。此处空间不会如此简单，主人还是不要贸然行事的好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，还不出来！韩道友，先别出手，在下知道你宝扇的威力，可不想白白挨上一击。两位难道打算对韩某出手吗？道友不必如此，我二人并非来找韩兄麻烦，而是一起商量保身之策的。什么保身之策？我们这些人联手也不会是古魔圣祖的对手，不如趁此魔被那妖妃缠住离开险境。哦，难道二位不想要通天灵宝了？道友说笑了，灵宝怎能和我等性命相比？这古魔正祖一旦缓过手来，绝不可能放我等走的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联手偷袭守在传送阵的古魔，然后夺路而走了。就凭我们几个，你们知道那双手撕壁古魔的厉害吗？怎么，我们几个难道还拿不下此魔？你们若是知道此魔在3名大修士和10几名元婴修士的围剿下，仍然能脱身而逃，不知还是否有这般自信？这古魔就是当年从你们天南跑出来的妖魔？不错，就是此魔。那我二人加入如何？这总能逼退此魔了吧？是你们，二位也想一起？当然，我二人不走的话，同样凶多吉少。好，有2位道友相助，再加上归灵道友，就万无一失了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吧。我们只是暂时击退此魔，并不是一定要灭杀他。这些人手的确够了，我这就将更爪龟道友换回来。怎么，龟道友可是在下面发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那化仙宗2位在下面似乎同样想找条出路。哦，是吗？有这傀儡在一旁策应，我才可安心一战。想不到你倒也机警。想离开这里，可惜已经迟了。灵犀孔雀，可惜还未成年，道行太浅了些。是吗？那先尝尝五色灵光的厉害再说吧。巨剑虽然斩在了此魔身上，但并未真斩结实，好像给什么一弹划了过去。去死！
一副想要拼命灭杀此魔的样子。那口诡异飞刀若出现在我们身后，我们能否发现？迷魂术，辟邪神雷，化为一面极其猕猴小盾，死死相击。不好！爆！韩道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要问徐道友自己了。我要第一波走，我可信不过你们人类修士。这传送阵一次顶多传送2人，早出去之人万一将外边法阵破坏掉，那留在这里的人岂不要等死了？竟敢当着我的面灭杀我圣族之人，你们一个人也别想走了！让龟道友和林道友2位先传送过去，这样大家都放心。第2批狮琴道友和徐道友再传过去，我和银翅道友最后再走。快些开始吧，实则生变。混沌开天，整个风风变现，如同复活般，更不用死练成。快传送离开！刚才传送进来的那人呢？传送阵失效了，无法激发了。让我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传送阵出问题了。传送阵被黑风旗的空间之力封住了，除非打破这个空间，否则我们无法传送出去的。打破空间？怎么打破？难道要我们灭了那元煞圣祖不成？我们要是有此神通，何必还要急急忙忙的离开？道友和我说又有什么用？好在此魔现在一心对付宫殿中那人，现在只是困住我们，还来不及对付我们。看看能否想出什么脱身之策。抱怨之言，道友还是免开尊口。虽然施展了空间神通，让这黑风旗威能下降，但是眼前的九真伏魔大阵已经被毁，剩下的威能也足以对付这巴陵池了。叶道友，你去将那巴陵尺给本圣祖取来。放心，有我看着，不会让龙梦道友对你出手的。怎么，道友害怕本圣祖无法保证你的安全？快速回快，并促进皇宫正走。映月环，不对，纺织品。圣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既然叶道友不放心本圣祖，自然要给你施展下手段看看了。等脱困后，我自会给你灌注魔气，让你寿元大增。难道这点事情，道友也无法做到？黑血战！
七叔，你既然和这古魔圣祖勾结一起，黑血刃是本族处置叛逆的反器，就不要怪做子侄的不客气了。这件八灵尺是叶家必得之物，若想将此物拿给那妖魔，就先把自己的命拿来吧。袁煞，你驱使人类为你取宝，我也可以和人类修士联手。你的魔功在佛中灵宝下还能施展多少？就算侥幸破掉八灵尺，不知道最后面对本妃时魔气还能残留几分。对付你这个残魂，本圣祖还是大有把握的。再说这里有这般多灵丹妙药，耗损些魔气怕什么？灵丹妙药，老魔你想？妖魔，住手！已经迟了。罗梦前辈，这是何意？为何不救我叶家修士？莫非先前说的联手之事只是虚言而已？哼，救一个无用之人作甚？而且不要搞错了，本妃不是和叶家合作，只是和你联手一次罢了。就算如此，你就不怕此魔吞噬了元婴，元气尽复？吞噬元婴要用魔气炼化，反而消耗更多。看来是准备动用我那具银狼妖体的神通了，故而不惜大耗魔气。我没有说错吧，袁刹？不错，只凭黑风旗破掉这八灵尺的禁制，拖延的时间太久了，迟则生变。本圣祖必须尽快灭杀你们。几位道友，这是何意？在下可没有得罪过诸位。阁下传送进来，偷偷摸摸的躲起来，若不是心怀鬼胎，就是另有所图。道友说笑了，在下贸然进来，一见如此多人，敌友未分前，自然要小心为上了。是吗？那就潜藏到妾身之旁了。道友遁术还真是神妙，若不是灵犀孔雀的五色灵光恰好扫到那里，恐怕妾身还一无所知呢。仙子误会了，那是在进入镇魔塔前，是阁下暗算的我吧？那柄血刀纵然被隐藏起来，但那股凶煞血气还是从你身上隐隐透出。韩道友可不要说笑了，什么凶煞血气，道友可不能胡乱冤枉在下。正确，不是那人的话，就死吧！道友误会，一口恐怖灵光，森寒气息，散发危险气势不说。哼哼。月光，果然是你，你这血刃是仿制魔龙刃炼制的吧？不用费心了，你的血刃就算威力再大，想要摧毁我的飞剑，还是痴心妄想。怎么，你不想杀我了？杀你？为什么要杀你？但现在你有如此大威力的宝物，我们反倒可以和你联手一次的。韩道友意思是，要想出去，只有依仗蛮力了。若是集合力量强行攻击一处的话，
应该能击破此空间的。韩道友说的有理，这人的血刃威能不小，只要能离开此地，可以一试。我们条件你也听到了，联手破开此空间。离开这里后，几位不会秋后算账吧？只要不再对我们出手，谁有兴趣找你的麻烦？这倒也是。既然这样，郑某当然不会拒绝的。韩道友，何不叫那位隐身的同事出来？那位威能不小啊！几位放心，那位道友自会出手相助的。哼。风炎龙灭阵，几位道友就攻击此点吧。动手！看刚才情形，辟邪神雷也克制此障壁，莫非黑风旗也是魔宝？走！是他！怎么，你认识这炼尸？姑且算是吧。什么意思？他还是灵兽时和我有一些交情，我被封印后就再也没有见过，也不知其如何变成炼尸的。这么说，他本体是灵界妖兽？不错，从灵界下来的修士灵兽修为会被限制。关于灵界的事情，你还知道多少？我们被抹去了记忆后才允许下来的。唉，我原来还从归道人口中问一些灵界事情来的。只知道是从灵界下来的，关于灵界的记忆丝毫没有。银月身份大不简单，应该对灵界有些记忆吧？不过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。那元煞圣祖给我的压力实在太大，希望不要碰到。现在唯一的传送阵被隔绝了，要另想方法离开了。韩道友，你若肯相助，你和天蓝种田的过节就此化解。我被你们追杀了如此之久，没兴趣出手。我们因韩兄才到大晋的，若是我和徐仙帝陨落，你认为其余三大仙师会罢手吗？林仙子就算说的天花乱坠，在下也不会出手的。说实话，若不是两位此劫难逃，在下都想趁火打劫一回。至于那3名仙师，韩某并不介意和他们切磋一下。有傀儡和归灵配合，我就是同时和3、4名元婴后期修士周旋，也不会落下风。韩道友真是明白事理之人，我又没有对韩兄出手，他怎会中你这些小伎俩？这些妖物先前偷偷传音，早知道你们打算偷袭，我只是故意迟一步出去。万年师兄隐匿功法到神，不能让那暗红短刃吞噬精魂。徐姓青年毙命之时，就是我出手夺取紫焰之际。此等宝物还是掌握在我手中较为稳妥。韩兄，我愿将噬金虫化为成熟之体的秘诀相赠，这个条件总能打动道友了吧？噬金虫成熟体秘诀？不行，这是我们圣殿的不传之秘，怎可给外人？命都没了，还管什么不传之名？难道真想被这血刃吞噬吗？再说我们若是陨落了，木兰人就会反攻天蓝，区一个秘术和本族兴衰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
天平。你这是何意？韩某不是帮道友将林道友了救出来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是徐某多心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对林道友如何的。倒是在下有几件事情，要先问一下道友。韩兄想威胁徐某？威胁谈不上。道友这么快就忘了刚才如何答应韩某的？你想问什么？先打发了这几个妖物再说吧。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道友身为万妖谷副谷主，想必来此另有要事，这两人我就带走了。道友没有意见吧？道友叫韩立，是天南修士对吧？不错。难道道友想事后找在下报仇？报仇没有兴趣，仅此一次。若是下次再坏了我们万妖谷的好事，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这师兄看来还真有其他目的。现在徐兄可以回答在下的问题了吧？韩兄想问什么？听到道友口气，噬金虫化为成熟体，并非单凭自己就能进化而成的。若是等个10万年，噬金虫自然能进化到成熟体。但修士才多久寿元？你们的方法能缩短多久成熟体进化时间？足可以缩短到原来的1/3。1/3，这倒的确不枉我出手了。不过你不怕我得到此秘诀，你们更无法对付吗？就算得到我们的秘诀，没有数千年的苦心培养，也无法成功的。而数千年后的事情，哪是你我能操心的？你说的倒也坦然。现在能交出秘术了吗？好，道友稍等，我这就将此秘诀复制在玉简中。好了，韩兄接着。徐道友，这噬金虫培育之法，不知是哪位高人创立的，竟能想到用灌注之法和天地之力，强行往灵虫体内灌注5行灵气催熟，恐怕也要花费大量心血来一次次尝试。殿中精通驱虫术的长老们，足足花费了上千年，才摸索出此可行之法。可惜虫卵稀少，无法大规模催熟此虫。好了，我救你2人出来了，你也将法诀给在下了，先前的交易就算完毕了。现在必须给你下一道禁制。可不要抱着强行驱除这痴念真雷的想法。只要道友老老实实，韩某自然不会催动此禁制的。你不杀我们，难道想凭此禁制一直操控我2人？就算是吧，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出了此山就各奔东西。至于这痴念真雷，300、400年就自然失效了。300、400年？好了，在此耽搁的时间也不少了，也该行动了。瞬移伤我10几丈。林道友，且慢！奇妙道兄。咦，原来是林仙子，怎也到此地来了？林仙子，两位道友是什么人？徐道友的灵琴在此，为何不见徐兄本人？两位道友，在下躯体已毁，如今仅只剩下元婴寄存在灵琴身上而已。徐兄可是后期修士，躯体怎会轻易被毁？难道这里的古魔圣族已经脱困了？那古魔圣族的确已经脱困，不过我的躯体不是被古魔所毁，而是中了万妖谷的万年师兄的暗算。万妖谷，贫道一直守在外面，难道在我之前就进入此山？不错，那头师兄比你我进入的早，化成一名人类修士，且丝毫尸气未露，否则徐某又怎会被其暗算？万妖谷有一颗迷形珠异宝，据说吞下此珠能随意变换形貌，还可以遮掩妖气、湿气等异灵气息，根本无法发现。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不过服下这颗珠子，法力会大受限制的。徐兄，
那师兄在偷袭你时，是不是已经现出了原形？两位道友这般一说，看来不假了。那师兄的确在偷袭我后，才现出了炼师身份。道友竟能在尸红偷袭下逃出元婴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。只要找到合适躯体，苦修100余年，想必修为就能尽复的。现在暂时寄附灵琴体内不是长久之法，还是要尽早找到合适身体才好。这位道友面生得很，不知如何称呼？这位是归灵道友，和韩某一样，因为触动禁制被传送进此山的。触动禁制传送进来，这倒是罕见的事情。不知韩道友是何宗门修士？韩某只是一介散修，能和天魔宗7妙真人在一起，想必道兄身份也非同小可。在下冒昧问一下，两位道友是如何进入第8层的？据我所知，那边的传动阵好像因故不能激发的。贫道真是糊涂，还没介绍自己。老道太医门玄清子，我二人并未用什么传送阵，而是用破戒符强行破开这第8层的障壁进来的。破戒符？这符竟能破开空间障壁？光靠符当然不行的，还要配合秘术与本门的天阿神剑。不过贫道倒没想到，一进入此地竟又被困住了。太一门破剑符和天阿神剑的，妾身也久闻大名了，不愧为大晋正魔第1杂宗。林仙子说笑了，你们天蓝圣殿的宝物可也不少，只是恰好本门这口神剑有些破空的神通而已。对了，钱老魔在什么地方？我听玄清子道友说，这老魔也同样进入了此山。钱老魔，钱道友和我分开后就不知所踪，也许去其他地方寻宝了吧。说起来，我也没见到阴罗宗的其他人。葛道友他们被叶家偷袭陨落了，元婴都被化为了乌有。原来如此，这昆吾山还真是凶险万分，竟然有这般多修士陨落了。阴罗宗的人不在也好，省得碍手碍脚的。几位道友将古魔圣祖之事先说一下吧。齐妙兄所说不错，不瞒几位道友，我等此行其实就是为叶家和那古魔而来，此事事关整个修仙界，还望诸位道友能配合一二。既然二位道友想知道古魔之事，就由韩某来说吧。好，韩道友既然……不好，那古魔在开启第9层的封印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！第9层封印。空间裂缝，空间裂缝。这是第9层，空间碎裂触发了禁制。黑风旗8灵指，这巨狼面对如此多对手，竟还大占上风。只是为何寸步不离那祭坛顶部？封印果然被打开了，这古物怎会有开启此封印法器？赤灵软玉，和当初在天南魔渊下所见的石碑材质相似，这石碑竟是阵法枢纽，怪不得巨狼寸步不离。玄清子、七妙兄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巨狼正在解除祭坛的封印禁制，绝不能让他如愿。本真人已经看见了，玄清道友，情形不太妙，我们快出手！小心，这魔气厉害，法宝本体沾染不得。齐妙兄，普通宝物无法对付此魔，快用那宝物，我给你护法。好，有劳玄清兄了。灵宝虽好，但绝非我能染指，只能自保，不可出风头被古魔盯上。时间虫竟然也被传送到这里了，而且就在祭坛底下。帝王有过去喝酒。进。
禁魔环，竟和我当年在虚天殿得到的五行环如此相似。难道五行环只是这宝物的仿制品？穷怪，你们敢！我若斩下那颗黑色狼首，真可以暂时魔石驱除古魔圣祖分身，不会弄巧成拙吧？为何那位龙梦没有先去抢占躯体？放心，既然被禁魔环控制住了，魔魂是无法遁出狼头的。只要那魔魂离体，我就有信心夺回躯体。至于龙梦，他虽然神念强大，但他没有主人如此多的庚金飞剑利器，而普通宝物根本奈何不了银狼之体分毫，更不敢在躯体中充满魔气时候和魔魂争夺躯体的控制，否则他怎会轻易放弃这种机会，而去争抢什么通天灵宝？不好，这魔物是假装的。时候完成的魔化。辟邪神雷竟有如此之多，这元夏圣祖化身真是狡诈无比。这股蕴含的火灵力异常可怕，竟不在我的三焰扇之下。韩道友，你的辟邪神雷专克魔物，我们一起出手，我用此骨配合你。这魔头不断地吸取祭坛的魔气来锤炼此体，过了不了多久，狼躯魔化就真的固定下来了。本妃就无法取回躯体了，看来只冒险一试了。王妃的意思是，我设法进入狼躯，与魔魂争夺躯体，可以让银狼之躯暂时失去控制。下面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清楚了吧？我明白王妃的意思，但这样做太冒险了些。祭坛封印一旦解开，就真的连一丝机会都没了。这祭坛下边封印的是何物？多半是古魔界打开人界通道后传送过来的真魔之气。上古魔界传来的真魔之气，和普通魔气不同，真魔之气会渐渐魔化修士。就算这人界彻底被魔化了，和我们又有何关系？不如我们……你想返回灵界是吧？就这么肯定我知道逆灵通道的所在？王妃身为天魁妖王的妃子，若还不知道通道所在，就更没人知道了。哼，实话告诉你，只有取回了狼躯，才有办法找到逆灵通道的位置。只要王妃能履行诺言，小人几个自然会为王妃拼死的。这就行，你先为我护法。
玄清道主，还等什么？快将那东西祭出来！平山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以为凭2件仿制品就可以击溃本圣族，真是白日做梦。这古魔圣祖神通远超预料，若玄清子二人破败，我也无路可逃，必须出手。道友，你这宝物！躯体如精铁般阴险，否则刚才这一击，恐怕已被直接洞穿丹田。这天狼钻实在恐怖。这是古魔的真魔甲，大量真魔气附身凝结而成，防御力极强。还可借助魔甲中魔气，让神通大增。这种事情，你也记起了？似乎以前的记忆正在渐渐苏醒中，多出了许多不知道的东西。杀圣祖！这里是人界，化空神念，这是元界圣祖的真正神念。你唤我过来，就是收拾眼前的这些蝼蚁，不觉得太浪费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你已经召唤过2次，这一次召唤后，我种在你神念中的那缕魂印就会彻底消失了。若不是没办法，怎会出此下策？要是不借助这祭坛下面的真魔气，以我现在的情况，根本没有能力召唤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看来我必须快些动手。这些魔气不知道能支撑我多久。血灵呢？快将它放出来，与我融合成灵龙。只有这样，还有一丝希望保住你我的性命。融合？咦，灵犀孔雀，五色灵光，没想到人界还有这种罕见灵禽存在。正好，我恰好需要此灵光一用呢。
你还想什么？再不将雪灵放出去，就来不及了。对付此魔，也只有龙梦能抵挡。放心，我二人过一段时间还会自行分开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这就过去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融合了能否真的复原？以你现在的神识远远弱于对方，融合后也是以他为主。主人，顾不得这么多了。若不融合，我们马上就有杀身大祸，不如冒险一试。此珠对我有些用处，你下次找机会将此珠摄分传回古魔界去。古魔界去，不要轻易遗落了。这些防御在元刹圣祖面前应该如同纸糊，体内那2件东西是否可以依仗？辟邪神雷。这是元刹圣祖将神念压缩到了实质化，怪不后期修士也无法抵挡。有些意思，竟然能挡下我神念一击，让本圣祖看看是什么宝物。空间被封锁了，无法施展遁术。不自量力。银月，我是银月一族的大公主玲珑。你对我的分神做了什么，应该很清楚。下一次再敢用银月名字叫我，我会杀了你。银月一族，你和敖笑那头老狼是什么关系？你认识家族？认识谈不上，昔年远征灵界时打过2场。我对那老狼的笑月妖功有几分佩服的。既然你是那老狼的后人，我倒也不好以大欺小。这样吧，你可以离开这里，我不会出手阻拦的。但你必须以你祖父之名发个誓，我不会出手阻拦本圣祖分神在这一界办事。放我离开？元刹，你未免太自大了。若是你全部神念降临此界，我或许会转身就走。但这点泄露出的真魔气，顶多1/10的神念就算不错了。我为何要走？区区一个化神后期小辈，连躯体都没有，竟然如此不知好歹。就算只有1/10的神念，灭杀你也是易如反掌。既然你这丫头如此说了，那就不要再走了。本圣祖让你形神俱灭。逆星盘，你和妖族4大妖王是什么关系？这逆星盘只有4大妖王和人类中的3皇才有资格人手一只。你认为我会回答吗？大妖王当年多次联手杀入我们古魔界，灭我圣族之人无数。你既然和他们几人扯上关系，我也不必给敖笑老祖什么面子，直接将你灭杀了事。不要以为一个逆星盘就能本圣祖面前张狂，我倒看看你是否真能接下我这一击。你以为你还有时间留在此界吗？什么意思？噬金虫，是你在底下埋伏了如此多的雌虫。逆星盘，莫非是传说中可跨越界面的那宝物？玄清子，难道还敢心生妄想不成？熊道友说笑了，此魔大耗不少魔气，此刻法阵被毁，正是我们灭杀此魔的绝佳时机。
我们一起动手吧。你这妖魔有什么可笑的？你还真以为可以和我们相抗吗？你若真是如此想的，早就冲本圣祖动手了，哪还会在这聒噪？你们以为毁坏了几根柱子，此法阵就无法用了吗？不好，不好！快阻止此魔！为一道道深恶显见，剑气赤冰光乱射！借你的虚天鼎一用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自然借此鼎中的天蓝圣兽分身一用，正好做我临时躯体。否则单凭现在和我的银狼之礼争斗起来，会吃亏不小。不借。你说什么？既然那位元煞圣祖本体神念已经不在了，我看不出为何还要多此一举。你想找死？他已强行将魔功提升到了极致，你若不将此鼎借予我，这里无人能抵挡此魔的。那三手魔物只有招架之功，祭坛魔气也没有增加。那些重启的石砖，难道是假的？元煞圣祖，你真身果然在此。本圣祖的天轮化魔功还不错吧？可惜这人灌注魔气身上短，无法化为加伦战魔的形态。但穿上我的魔甲，再和我化身融合一体，全力一击也丝毫不差于化神期修士了。元刹，你要做什么？只要能将封印毁掉，本圣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没有灵界的插手，此界哪有能力再禁锢真魔气，成为我们古魔界的一部分，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。那光球里是五色灵光，出生是温气是五色。一大一小两颗黑球上下呼应，蕴含的魔气和灵力惊世骇俗，绝不能让他们完成下一步举动。不可能，一口飞刀怎么可能搅动黑风旗？你找死！有我在，你以为能轻易杀了那人吗？原本想要等一会儿，多几分把握，但看来是无法再等下去了。真身，你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，还有心思顾及这具躯体？你的神念也只不过是化神期而已。通天灵宝是何等宝物？你真以为能引爆黑风旗吗？就算引爆了，能否击破封印还是两说的事情。能否做到，你马上不就知道了。盘口喷出漆黑的逆星盘，玉指轻点，圆盘框长至数尺大小。寒性法宝，帮助这一枪，心病挂神。有神念作为牵引，怎可能会出现这种荒谬事情？现在才发觉，已经迟了。是
是他怎会出现在此处的？不好！又一次要经历空间塌陷不成？这些裂缝毫无规则，一旦被吸入，十有八九是死路一条。奎林的声音主动朝正前方一道只有寸粗细的裂缝迎面投出雷角度，贴着小艇应声的边缘。本命牌消失了，奎林被裂缝吞噬了，林荫鹏居然毫发未伤，难道是天蓝圣兽在保佑？不好，封印被打开了！你们在这里发呆，等那魔物吸收够了魔气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是龙梦前辈？那龙梦只是我的一部分，你知道的倒不少。是不是昆吾三老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口信？恭喜玲珑丸妃今日得以脱困。有关丸妃之事，当年三老的确给我等晚辈留下一些指点之言。当年之事，三老也是被逼无奈，毕竟当时的龙梦仙子，我要听的是真相。元神和魔魂融为了一体，他们实在不敢放龙梦仙子离去的。哼，此事等我回到灵界再说。你还是想想如何控制魔气吧。我的躯体要是被真魔气浸泡超过3天，就会彻底成为魔化之体。到时候此魔恢复当初的神通，再有祭坛下无穷魔气救助，一旦离开了此地，想要重新转化出一支魔人大军，并不是多难之事。整个人界也会重现上古大战时的混乱景象。不用王妃说，晚辈也知道的。别说真魔气的可怕，就是此魔恢复当初的修为，人界恐怕就无人能治他了。但如今第9层中充满魔气，我等就算想趁其虚弱击杀对方，恐怕也没有此能力的。难道不能将那魔气重新封印起来吗？控制禁止的化龙器被此魔拍碎了，不然倒是可以启动备用的法阵。但如今，既然有备用法阵，以上古修士的才智，不会只有化龙器这一个控制法器吧？当年古修士准备了另一件控制法器，但此法器从上古时候就下落不明，据说藏在此山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另一件法器，难道也是同样的印记？这倒不是，是一块叫天经碑的碑石。天经碑，就是当初在山门处得到的那样东西。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先离开这里。那魔物没有数日光时日破不开此空间的，趁此机会召集所有大修士一同出手，总能灭杀他的。向道友此话有理，我回万妖谷向谷主禀告此事。这事儿可不只是人类修士之事，我们妖族也会助一臂之力的。若是贵谷出手的话，胜算又多出了许多。特别是贵谷的车道友小老身一直久仰大名的。王妃不如随在下回万妖谷，我们万妖谷各种灵禽禽异兽数不胜数，足可以让王妃挑选一个合适的躯体。去万妖谷没兴趣，我也不会离开此地。过一会儿，我会重新返回刚才的空间。王妃还要回去，这怎么行？不错，不过不是我一个人去。这个人的辟邪神雷对我有些用处，他陪我一起回去。玲珑前辈莫非是玩笑之言？何必要如此冒险？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无法凭自身能力飞升回灵界，只有取回我的躯体，通过逆灵通道返回。这个王妃还是再多考虑一二吧。我知道你们想从我口里得知逆灵通道的下落，怕我必送在了里面，绝了你们的念想是吧？误会。不管你们如何想的，所谓的逆灵通道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也没有准确位置可言。不是真实存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逆灵通道不过是我们灵界借助天地之力开辟出的临时通道而已。此通道在当年我们降临人界后，早就不复存在了。不可能！若真是如此的话，上古大战后明明还是有人重返灵界的，没有逆灵通道，他们如何做到的？你忘了当年古魔界入侵人界，人界古修如何联系灵界求援之事了？传界香。不错，
当初那些人撤离时，是事先点燃此香通知灵界，再打开一次通道罢了。那王妃，你取回了躯体后，要如何返回灵界？我真身和神念中种下了逆星盘印记，只要我能回到躯体中，就能激发此印记威能，强行开启逆灵通道。而这个通道只能我一人通过，若其他人进入，会被通道之力立刻搅得粉碎。难道除了进阶化神后期外，就没有其他方法飞升灵界了？当然不是，还有另一种方法进入灵界，只是这种方法从古至今成功的寥寥无几，可算是九死一生之路。你们还要听吗？自然要听，就算再危险，也总比在这人界坐以待毙的强。给你们说倒不是不行，但我需要问你二人各借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不错，那口血刃和向道举的破戒符。天下间其实还存在一些天生薄弱的空间节点，这些地方的界面之力远比其他地方薄弱得多，甚至本身就身处两界间的某空间裂缝中，只要有足够的外力，还是可以打开一条登天之路的。当年古魔界能入侵人界，也是凑巧发现了这么一个节点，否则那些古魔圣祖就是神通再大，也无法轻易到此界来的。节点？当然天下如此之大，这些节点不是如此好找的。昔年的古修寻遍天下，也不过找到了10几处而已。他们有的可以随时变动位置，有的则是固定在某一地方。但无论哪一种，所有节点处空间都极不稳定的，是那种可能随时崩溃，又随时能形成的存在。故而打通的道路也危险至极，远非逆灵通道可比的。而通过它们时，最危险的不是隔界之力，反是因为通道不稳产生的空间风暴了。一旦被卷入其中，就是有再大神方也必死无疑。我会将原先的节点位置、寻找之法和具体特征详细告诉二位的。那就有劳王妃了。好了，东西已经给你了，现在本妃就要返回第9层空间了。你们若不想被卷入的话，最好还是早些离开。现在可以把那天津杯拿出来了。你就这么肯定我手里的一定是天津杯？不要忘了，当初我部分元神可是你器灵，也同样看到了金杯上古文。这次你只要能助我抢回躯体，你的小鼎本妃不再要了，同时那件巴陵尺也让你了。不过有些奇怪，似乎印象中你还有什么重宝，但却无法记起。你是不是对我的分神动了什么手脚？哼！前辈莫非是说笑？以你的神念强大，我区区一个元婴中期修士，能动什么手脚？少装不知的样子。我有一处和你有关记忆明显被封住了，活到有些好奇，是何宝物在你心中比虚天鼎还重要？难道想擒下在下，逼问一番不成？说他真的动手，只能强行催动器灵，看能否唤醒银月了。银月，是你？主人，你还真够狡猾的。现在我和龙梦融合前，就将小平记忆封印了起来。要不是玲珑在9层空间爆裂中神念大损，让龙梦为主的神识陷入沉睡，而我夺得了这神念之躯的主导权，恐怕还真要被你蒙混过关的。我封印记忆之事，你不是也同意了？否则哪可能如此轻松？虽然我拿回了主导权，但是毕竟神念之力远逊于龙梦，他只要略休息一段时间，或者这具神念之躯再次受损，又会让他抢回控制的。好在先前他虽然发现封印记忆之事，但并未加理会，否则这种简陋的封印之法根本经不起破解的。主人真要小平之事不外泄，必须对我使用封灵之法。这种封印秘术，在我配合下才能万无一失。也只能这样做了。不过如此说来，你一旦夺回躯体，真能回灵界了？我是不得不回灵界的。器灵身份只有等你飞升灵界后，我才有机会施展秘术，真正摆脱的。主人还是先施法吧。稍后我用破戒符破开障壁，我来缠住那人。主人趁机将天津杯姬花开启备用发展，压制魔物，而我会用灵魂吞噬的神通强行回到躯体中。只要能吞噬袁煞的分魂，一切就好说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要开始施法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秘术很成功。事不宜迟。
4滴魔气比魔元更可怕。辟邪神雷所身无几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哼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，这也好，本圣祖将你魔化掉。你的魔气，我收下了。天地玄凶，万气本根，法阵起。魔气已除，拿命来！使用灵魂吞噬，想也别想！哼！是龙梦。说我是龙梦也不算错，现在的我的确是龙梦的神念为主。银月怎么样了？他没有事，只是在施展灵魂吞噬时消耗了不少神念，陷入沉睡中，否则我还无法出来的。你现在打算如何？如何？自然回灵界去。怎么，你舍不得雪灵，想将她留下不成？你应该很清楚，银月原本就打算回灵界的，我不会阻拦，也无法阻拦的。你如此明智，就最好不过了。原本按我的意思，你手里的灵宝自然是打算收走的，但看在刚才你相助过我，而雪灵事先又答应过你，我玲珑也不是不知恩怨之人。那小鼎和巴陵池你就留着吧，但从今以后，你和雪灵之间一刀两断。即使你日后真的飞升灵界，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会立刻出手杀了你。把你的万年灵乳给我几滴，我需要用来打开逆灵通道。咒语吟唱。难道这才是真正的逆星盘？玉简里是逆星通道和空间节点的信息，比那2人的多，也许你以后能用得上。破镜符和血刃也给你吧。另外，携带灵宝离开此山不是容易之事，我在最后帮你一把。向道友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感觉错了。山外的封印好像动了一下，但神识并没有发现异常。可能是封印减弱的波动吧。
否则如此大封印，非人力可以撼动的。可能如此吧。对了，先前你二人说这次事情都是叶家搞出来的，叶家修士都已经陨落了吗？那叶家大长老也是元婴后修士，应该颇有些神通，如今身在何处？叶家其他人都死了，至于叶家大行老，并未看见此人。哼，不管他是不是殒命了，这次惹出这般大祸，叶家就没必要存在了。回去后，大晋第一世家应该换一下了。你们万妖谷没有什么意见吧？这个自然。对了，林道友，出山后你也马上返回天蓝吧，以后贵殿还是少派人到大晋。妾身知道了，晚辈出去后就马上返回草原。道友不必惊慌，这是天魔宗的呼道友给小老猴的传信。走吧。呼道友也已经进入此山，我们和其会合一起，然后立刻召集南疆的大小宗门，将此山重新封锁起来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金图山，请问前辈是？金图山，这里还是属于南疆吗？这里是南疆的钟楼府。原来是钟楼府。更稳妥一些是让你们从这世间消失。现在只是抹去了刚才的记忆，也算你们几人走运了。这是灵界开辟逆灵通道的法阵，所需灵石竟然全要顶阶灵石，这等惊人数量，在人界根本凑不齐。不过，若是心思钻研，或许能改动出一个简易法阵。原来如此，竟然详尽列出了人界10几个空间节点。玲珑果然留了一手，并未将全部节点告诉向老他们。眼下先进阶元婴后期，若无化神修为，进入空间节点就会被隔界之力压碎。培婴丹已到手，按理该回天南了，但解除封魂咒必须炼制玄冰丹做药引。主材料玄冰花只生在万年玄冰上，一旦采摘，一时3刻便化为清水。阴罗宗虽有，但独闯鼠找死。看来必须去一趟北叶小济宫，那里不仅能找到玄冰花，还能借机打探太阳金火的线索。不过昆吾山之变必定震动天下，现在去太扎眼了。避过风头，隐居几年，先去极北双郡。晚辈雪莲峰李家家主李忠，不知前辈到此有何吩咐？老夫管你什么李家，本人看上了此山，马上给我全部离开，给你半日时间。前辈，我们李家在这雪莲峰定居，是龙前辈答应的，是否容晚辈先通知龙前辈一声？你想用此人压我吗？若是不服的话，尽管让他来找我，但是半日后若还有人在此，就别怪老夫心神手辣了。